婚礼前夕，有一股奇妙的气氛，让人说不清是喜悦，还是隐隐的不安。术士盯着红纸良久，手指在八字上轻轻划过，眉头却越锁越深。日子还行，他声音低沉，忽然停顿。但八字里有东西，我处理不了。空气凝重，像被掐住。年轻的阿阳和未婚夫对望，神情困惑。怎么，意思是什么？术士不再解释，只合上红纸，语气冷冽。别拖，快去找更厉害的老师，不然会出事。屋子里的灯忽明忽暗，那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两人心头。然而婚礼的繁琐与喜悦很快冲淡了一切，那一晚的不安似乎就此被忘记。婚礼办完，烟火与喧闹散去。阿阳回娘家收拾嫁妆时，推开老旧木柜，一张红纸掉落在脚边。他弯腰捡起，赫然看见术士当日写下的八字，墨迹已晕开，却依稀透着一股阴冷。妈，这张纸你还记得吗？他声音发颤。母亲接过，脸色一沉。那些当初忽略的话语，如今化作冷汗自己被渗出。几天后的黄昏，母亲在楼下倒垃圾时遇见邻居阿芬，也就是阿元的妈妈。两人寒暄几句后，母亲忍不住将心事吐露。淑芬沉默片刻，压低声音：我认识一位人，八大将军府的林老师，他或许能帮。阿阳的母亲当即点头，请淑芬约好时间。林老师的屋子香烟缭绕，母女刚踏进门，就被那股压迫感镇住。林老师坐在桌前，嘴角带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。济公师傅早已告诉我，你们要来要处理不是很好处理的事情。他翻着八字，语气忽然低沉。你女儿是二次转世。二次，母亲瞳孔收紧。上辈子她本可活到90，却折在50。林老师的声音如同铁链摩擦。阎罗允他在投胎，但只给40年的阳寿。檀香的烟雾忽然旋起，在墙角拖出扭曲的影子。母亲颤声：他已30，那不就剩10年？能救吗？他急切地问。林老师抬眼，神情冷静到异常。给我一件他的衣服，其余的我来谈。阿阳双手捧着衣物，轻声说。林老师，一切就麻烦您了。林老师点头，语气沉稳地说。你们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放心吧。阿阳与母亲离开，门关上，室内静下来。供桌上摆着阿阳的衣物。林老师点燃檀香，白烟蜿蜒上升。他提起朱砂笔，在衣襟上勾勒符咒，笔画沉重而精确。又取红线，一圈圈缠绕，打结收紧。处理完毕，双手合印，檀香烟雾翻涌。林老师的身体静坐不动，一道虚影却缓缓自他身上剥离，坠入阴冷深处。灵魂下行，跨越黄泉，脚下是无尽的灰色长河，四周回响着幽暗的浪声。远方宫阙高耸，森严压迫。大殿深处，阎罗王端坐，目光冷冷。林老师跟阎罗王行礼后，询问阎罗王，他两世积善，未曾造恶，可否延期寿数？阎罗王回答说：90岁，允，此人有福德可成。语毕，黑雾翻涌，一道朱笔勾落在布页上。林老师的灵魂猛然一震，瞬间被烟雾推回。屋内檀香仍在燃烧，林老师缓缓睁眼，额头渗出细汗。供桌上的衣物红线微微发热，符咒已然定型。岁月流转，阿阳果真跨过了40岁。她与丈夫养育了孩子，庭院里常响起欢笑声。阳光下，她的生活看似安稳圆满。然而夜深时，她偶尔仍会想起那场法事。每当想起，她便紧紧按住胸口，低声自问：阎罗王真的把我的寿命改成90了吗？她转头望向熟睡的孩子与丈夫，心口的不安渐渐平息。也许答案不重要，因为此刻的幸福已是最好的回应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说实话，这类事情在我们周遭或许比想象中更常见。你呢？你曾经听过类似的故事，或是有过什么无法解释的经历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请不要吝啬你的一个赞，并且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一个赞，并且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朋友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。接下来，请务必注意了，下一集我们要谈的主题非常关键，甚至有些危险。
小心有人乱动祖先的骨灰坛借运，这绝对是你不想错过的内容，敬请期待。最后，如果看完影片让你感到不安，或者你最近在生活上、运势上觉得卡卡的，想找林老师咨询八字、除煞或寻求专业协助，欢迎加入画面上的官方 LINE 账号私讯联络。平安就是福，我们下集见。